进行的是复活赛。应该不行，温度还是没有拿捏好，完蛋了。最怕的东西还是出现了。那个阿嘎不可以挤出来变成卡比亚。但我挤得太快了，它变成粘在一起。3、2、1，时间到。3位参赛者当中呢，只有佩珍顺利复制了 Chef 吹风的甜品，完成度非常的高，给你一个赞。谢谢。没有完成的成品，你呈不呈上去，我觉得已经不重要。在唐朝冠冕让我学习了很多。恭喜佩珍呢，重新回到我们唐朝冠冕的比赛。唐朝冠冕等你加冕。甜品是厨师的创意还有心意的结晶。将甘甜的梦想化成美味的杰作。然而梦想很美好，但是现实是残酷的。来到唐朝冠冕，谁比谁强，终究要有一个答案。想知道答案就得问评审，马上请出常驻评审、顶级巧克力大师 Chef 吹风。也欢迎 Chef Ben 再次来到唐朝冠冕的舞台，见证参赛者们的比拼。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今天参赛者们呢要进行半决赛了。来到这个关口 ，Chef Ben， 你有什么忠告要对参赛者们说吗？能够来到半决赛，肯定有2把刷子，所以我非常不希望呢，他们在这个关卡还打着安全牌。我希望他们跳出舒适圈，然后挑战自我，也是对于对手的一个尊重。不打安全牌，我也觉得是关键。那 Chef 吹风，你一路见证参赛者们的成长进步，那现在进入4强了，你对他们有什么期待吗？我期待他们能够力争上游，把握这一次的机会进入大决赛，展现出更不一样的甜点。好，马上请出我们的参赛者永露、Natasha、Olivia 还有佩珍。经过了重重的关卡，我们的4强呢，终于诞生了。今天我们来到了半决赛，那么你们4个人呢，将会狠狠被刷半，最终呢，只有2个人呢能够晋级大决赛，争夺1万元的现金奖。那么这场比赛的成绩呢，就取决于你们的创意与呈现、烘焙技巧、口味口感、卫生与工序。当然，主题贴切与否，今天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是的，半决赛中，参赛者必须做出4种不同口味，即酸、甜、苦、辣的甜点，而这些甜点必须诉说着你们的人生故事。4款甜点之中必须包括 Petit Gâteau 法式小蛋糕、Chocolate Bonbon 手工巧克力、Verine 杯子甜点，还有最后一款既有你们自由发挥。各位参赛者呢会如何用甜点来说故事，是值得期待的。再次提醒各位，比赛呢不允许超时，3小时一到呢就必须要停手。比赛限时3小时，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要做4个不同的甜品。这个法式小蛋糕它有什么定义吗？法式小蛋糕的话，它必须是独立性的。手工巧克力，你可以把它叫成 chocolate bonbon， 也可以把它叫成 praline， 所以它的定义就是有内馅的巧克力。第3种就是 Verine。Verine yes。顾名思义嘛，一定要坐在杯子里面，然后要有不同的层次，最好会有2到3种不同的口感。我觉得他们的自由发挥会偏简单一点，因为要顾虑到时间。可是我希望他们快的当儿可以做出很美味的甜点。当我知道考题是酸甜苦辣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困难，因为要做 chocolate bonbon。上次我没有成功我的 chocolate tempering， 所以我觉得有一点压力。你在做什么？现在在把那个米爆出来 toast a little bit， 爆香，会有那一个很 toasty 的，好像泡饭的那种味道。有。这个我会来做冰淇淋。哇，这个我 nice， 我没有吃过米做的冰淇淋。对，
这个有可能会给你们惊喜，因为是我的辣的部分，辣的部是我辣的分甜品。我觉得辣的部分是非常有挑战性。是，要拿捏的恰到好处。对那他需要好的地方就是 out of the box， 他每次都会走出那个框框。它的食材的那个用法也非常的创新，也非常的大胆，这个是非常可取的。我的杯子甜点，我在用黑芝麻跟咖啡，我觉得蛮配的。有试过吗？有人试过吗？只有我爸爸试过，你爸爸试过，因为他在韩国那边跟我一起吃的。现在你下的那一个是什么？是黑糖。黑糖 ，OK。对，所以这个雪糕你是希望我们可以吃到那个口感？那个口感是会来自松子 （pine nuts），我就会放 Korean chili pepper flake gochugaru， 那就是我辣的部分。哇哦！那像娜塔莎，你家里是开巧克力工厂的嘛？所以那个 chocolate bonbon 你是不是特别有信心？我觉得现在会有一点紧张。我选择用甜玉米和牛奶巧克力做 sweet corn bonbon， 而且加了一点盐，会有一点比较层次感，不是只是甜而已。对，我的酸是用韩国柚子，跟韩国的 rice wine makgeolli，我觉得很蛮配的。那个 petit gâteau 会像一个小柚子的样子。都是以柚子为主。对。所以不只是好吃，样子也很可爱。希望。我现在要做的是酒酿糯米皮。其实我不太确定到底要做什么，因为我完全没有做过，所以我当时其实是很担心的。现在我要做的是桂花酒酿流心馅。Olivia， 哇！你现在加的是什么？桂花。对，我在做一个中式的甜点，叫做桂花酒酿软酪。酒酿的味道很浓，很重。对。那这是属于哪一个环节？酸甜苦辣的。酸味，我想要呈现的酸味就是酒酿和酸奶还有乳酪的味道。对，所以我已经做好乳酪馅儿，然后这个是那个糯米皮，等一下我会把它们包在一起，因为我喜欢吃软软糯糯的东西。是，我也是糯米控。是啊。对，你也是吗？对。然后那个法式小蛋糕吗 petit gâteau。对，我做的是那个辣味萨拉米的马德琳。对，所以希望你们喜欢。期待。巧克力bonbon我做的是麻酱巧克力bonbon，把它做成了麻酱的样子，因为我要做的是中国风的下午茶给你们。里面的内馅是用 lime 还有 coconut 做的一个 ganache。哇！还有 Marine 妹子甜点是做什么？它的名字叫琥珀，就是我用的是咖啡的苦，然后是用分子料理的一种方式，然后呈现给大家。哇，琥珀哎！其实我非常期待 Olivia 的，因为她经常都给我们在味蕾上的一些惊喜。她虽然说没有很多的烘焙经验，可是她每次会想要挑战不一样的元素。现在我要把 chrysanthemum infuse 在那个牛奶里面，所以我给它小煮个可能1-2分钟，让它的味道可以散发。好了，我要把它包起来，让那个味道可以更出来。所以在等待的过程，我会先切层，因为我等一下要拿它来candy 成 candy orange。今天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惊喜呢？佩珍，我做的是甜酸苦辣，我把它移了一个位置。哦，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甜点哈，就是我参加这个比赛的一个心路里程。最后才辣呀，最后才辣，对，甜在前面。那4位评判谁是辣的？哈？全部都很辣。哇，刚才如果你们有办法看到那个 close up， 它是哈。那你现在做的是什么？现在我在做 orange candy orange，所以我会放在我的那个甜的那道菜里面。现在你的那个陈皮还留着很多的那个白色的，它会不会也苦变成带苦了？哦，我会把它好像滚的烧水差不多3次，让那个苦味走掉了，然后我再蒸糖水，让它的有甜味，糖渍。那你的苦应该就是 chocolate bonbon 是吗？不是，我的苦是杯子。
哦，什么口味呢？咖啡手工巧克力，我就选择用辣的。你酸的那个作品是什么呢？哦，我的酸的成品是一个柠檬芒果塔。塔。对。我选择塔来做自由发挥，是因为指定甜品的3种都没有塔，而且塔会有一种脆度，跟其他3种你要用的那种技术功夫不一样，所以我就想呈现比较不一样的甜点。这个是 cream， 还有黑巧克力。我现在放的是杏仁酒 Amaretto， 这个酒的特色就给它多一个香味，然后加上黑巧克力的苦。我们唯一的男生哦，所以今天会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惊喜？我的甜的口味是开心果。因为开心果就记录着我快乐的时候，酸的部分我就是做了一个葡萄柚的一个小杯子，葡萄柚搭配着 cream cheese。苦的部分我就是做了现在我在做的这个巧克力，一个 Amaretto 的 ganache。然后辣呢，我是做了一个辣椒和咖喱叶的一个饼干。你参加这个比赛是属于哪一个？现在是辣的。那个辣的路上，都在辣的阶段。对，又有刺激，又有惊险之类的，然后我就要排除万难这样子。希望今天之后你可以尝到甜啊。好，谢谢。现在我把 cream 放进我的 ice cream 里面。现在我也要放我的 brown butter。brown butter 的味道就比较浓，会很像 hazelnut 的味道。这些 gelato recipe 我研究的是在现场会比较好吃，不会很黏，因为我没有用 stabilizer。如果用 stabilizer 的话，不会那么容易融啊，但是会比较 gummy。我现在揉这个糯米皮，因为我想让它等一下是更软糯的感觉，而不会变硬。另外可以让它快一点冷却下来，这样等一下我会用更少的时间。现在我要煮那个 orange jelly。我刚才把焦的地方下去，让它可以凝固。好，好了，所以我可以放去巴西，再给它冷冻了。现在这个是 apricot 的一个 compote， 是给我的那个开心果的蛋糕的白糖。这个是吉利丁。我想问一下我的偶像范文芳，说到苦跟辣的甜品，有没有一个是让你印象很深刻的？苦跟辣，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第1季的唐朝冠冕的冠军的皮蛋挞。皮蛋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难拿捏的一个味道，所以那个印象非常深刻。我吃过一个辣的甜点，是一个厨师的朋友，他做了那个 chili crab ice cream。哇！你懂那个 chili crab 的那个汁，他就创造了一个冰淇淋。我觉得哇，好特别，好好吃。我自己本身是有尝试过用苦瓜，对，做成一个 pre dessert， 再配一点点抹茶，然后再配一个日本柚子，所以就综合每一个的口味和味道。之前有顺应一个要求的话，客制辣的马卡龙，所以我就弄了一个辣椒酱，就是辣椒的那个甜酱。哇，这真的是让我意想不到哎。感觉佩珍跟永露，他们是安全中带有创意，然后呢这边是创意中带有冒险，所以是2组很不一样的。两组人在这一行的成长过程，看得一清二楚。对。永露还有佩珍，他们是受过正统的训练方式，所以 plan menu 的框架会比较窄一点，而且他们会比较难走出那个框架。可是 Natasha 和 Olivia 每一次 plan 的 menu 都很广，都会让我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时间还剩下2个小时15分钟。现在我就是要做我的 coffee panna cotta。
我就发现到黑芝麻跟咖啡蛮配的，而且有层次感，有一点甜的味道。这个是 vanilla， 我用了 vanilla 是因为我想做出 latte 的感觉。如果这样煨的话，我觉得会比较 consistent， 夹着吃的时候每一口都会一样。这个我就会放 freezer。Olivia， 现在是哪一个阶段了？我现在要组装我的桂花酒酿麻薯，有那种雪媚娘的感觉。对，雪媚娘的感觉，对。诶，为什么有吹风筒呢？哇哦，怕他头发乱吗？不是，你要 settle 吗？对，我等一下，我看那个巧克力的温度，我在等巧克力降温。现在是30度，我等它降到26度的时候，我用吹风筒把它加热，加热到合适的温度，我再用。我用吹风筒来做巧克力，是因为我觉得非常的方便，而且我能够随时的开关，就很容易控制它的温度。这个辣椒会拿来煮成一个 chocolate ganache 给我的手工巧克力，因为我觉得小辣椒跟巧克力是很搭的。Chili Padi， 你要拿捏的好的话，真的是不容易，而且那个辣度会在我的舌尖上产生怎么样的一个感受，其实我是很期待的。Ice cream 也可以拿出来了。其实好像 Natasha， 她喜欢用冰淇淋的膜。我是觉得说半决赛了，她应该展示多一点点的那个技术方面的东西。所以到目前为止，其他参赛者做了冰淇淋都是现场啃咬出来的。我其实多希望她今天的那个冰淇淋也是。现在我要做的是 crumble。我在做甜品的时候，我还是有在观察旁边和在听参赛者在做什么东西，因为我也想知道他们到底会以怎样的口味搭配，还有会去怎样去呈现他们的产品。我现在要试喷那个喷枪。他现在佩珍在做的是什么？佩珍现在做的是 airbrush， 他就把那个可可脂喷在那个巧克力膜上面。哇，它呈现出来的感觉是怎么样？是颜色的颜色，然后它脱模的时候，它就会有一层很亮的表面。通常要达到很亮的表面，其实很难哦。就是要看你的 tempering process。对，要看你的。对，如果成功的话就会很亮。以前呢，他们是用来画画的，画画用的。对。然后现在我们用来做甜品，就很多种，这个是真的是有难度的。你不觉得自己在挑战自己吗？对，我觉得我在挑战，好大的挑战。因为我希望每一集都可以挑战一样自己，失败了也无所谓，我觉得。现在在做我的马格利的慕斯。现在我就会加那个马格利，因为我是要调味，我觉得马格利有时候会比较强的味道。这个是好像小柚子 lemon 的一个膜。永禄，哎，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可可脂和白巧克力。等下我会做一个 dipping for 我的开心果的蛋糕，然后再做淋面这样子。OK。那这个绿色的成分是？这个是 fat soluble 的那个颜料。coloring 对，就是可以加在巧克力里面。欧萱可以接受吗？我觉得有时候难免需要用到。OK， 只是不要用太多，对，所以就可以。这个你是可以很能接受。可以。可以接受，那就好。很快的时间已经过了一半，还剩下1个小时29分钟哦，各位。现在在做的是辣味萨拉米马德琳。好，然后呢，我再把我的萨拉米加进去。只是我的疑惑而已啦，他把那个 Madeline 变成 Petit Gâteau， 好像离题一样子。Unless 它有更多其他 layering 啊，不然如果只是单纯的 Madeline， 应该是 Petit Four more than Petit Gâteau。它就 Petit Four 那个。
这一次我就是要挑战自己，我换了一个方式做 tempering， 是 seeding， 我也是练习了蛮多的那个 tempering 的方法。OK， 我要泡咖啡先。等一下，它卡这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冷的就可以哦，不可以烧哎，奇怪。当下心情非常紧张，如果没办法泡的话，我需要用另外一个方案，就是用急速咖啡粉。OK 了，我该不知道那个咖啡机怎么了，可能是因为它的那个 power 才刚 on， 它没办法泡那个咖啡。在这4款甜点中，对我来说最困难的就是巧克力，因为我觉得它需要非常多的技巧，然后我完全没有做过，所以我当时其实是很担心的。Dark milk and white chocolate， 白色巧克力是最有难度的。可是他是第一次做 chocolate bonbon， 他却挑战最难的，精神可嘉。Olivia， 你现在在做什么呢？我把巧克力的边缘擦得干净一点，等一下脱模的时候可能比较容易成功。你是第一次做巧克力吗？对。你的师傅是谁？我的师傅是 Carmen，Carmen 把他的 recipe 全部分享给我，然后我的所有工具都是他的，工具都是他的，给我的，对。哇，他们真的很 nice 哦，太有爱了。我也觉得，给他们比心。永露他就是一个非常稳的一个烘焙者，他很知道自己的步骤。你看他的工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完整。我现在开始为永露担心哎，因为他还有那个巧克力还没做。我真的很担心我赶不及，就因为时间非常紧迫了。现在可以放咖啡 jelly。每一杯它都用称去量多重，你就可以 make sure 每一杯的重量还有层次是一样的。因为 Marine 很重要是看到它的层次，每一个 layer 是不是平啊、工整。佩珍现在在做，我在做柠檬塔，所以还剩下几个步骤这样。现在可能剩3、4个步骤。哦哇，还是挺快的。现在就要把巧克力封底，刚才我做了，因为我要等它的巧克力crystal 烂一点，然后我才改。对。Hello Olivia。Hello Olivia。我第一次过来看一看。你现在是在做什么了？对，我要做一个就是来装饰我的那个杯子甜点。因为我刚才看到你巧克力放那个 ganache 进去的时候，没有多久之后你就开始盖，对，那么快，那么快。刚才看到你巧克力放那个 ganache 进去的时候，没有多久之后你就开始盖，对，那么快，是因为我做那个条纹巧克力的时候花的时间比我在家久得多。OK， 对，所以就导致我的 ganache 已经等了很久了，所以它已经状态就是比较凝固，比较硬，对。好 ，OK， 那之后你要做什么呢？我的琥珀咖啡。就是我会把咖啡做成像琥珀一样的一个小球，然后你们用叉子插到它，它就会爆开。哇哦，好期待！我现在在把松子那个 pine nuts 去做焦糖，现在我就会加那个辣椒。辣椒太早放的话，它会有一点苦的味道，所以我现在才会放。我现在把那个马德琳的小肚子给它挖掉，然后等一下我要放酱进去。佩珍现在应该是在准备盖掉它的那个，对，封底。封底。手工巧克力完成的时候，我觉得松了一口气，因为最麻烦的东西已经完成了，所以我就可以专心的在其他的甜点。我刚刚差一点忘记烤我的咖喱饼干，当我发现的时候，就慢了多一个5分钟到10分钟去烤。4位亲爱的参赛者，我们现在呢时间只剩下最后的
35分钟。哇，你看，娜塔莎的颜色好美，很亮丽的颜色，符合主题的颜色。K-pop。哇，Natasha，第一位完成 Natasha。做完甜品的时候松了一口气，是因为这一道甜品达到了自己的目标，已经满足了。Olivia， 我看你开始摆盘了是吗？是。那你其他的成品都好了吗？都完成了吗？只剩下那个琥珀一样的咖啡，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做不出来。如果还有时间，我会重做炮弹。我为你们紧张了，各位，时间真的不多了，要加把劲哦。永路已经在用跑了，真的很担心我赶不及。原本我是要做多一层 chocolate dipping for 我的开心果蛋糕的，可是就因为时间非常紧迫了，所以我就没有做那个步骤，就直接做了淋面在我的开心果蛋糕。敲我就敲停，呀，停一下拿。因为你很可能会弄碎刚才掉出来的。那里的好美哦。我觉得佩珍好像快要完成了。好了，哇，她是第2位完成的，恭喜你。chef 那个是可可宝的，可可宝的是吗？可可宝的，所以他用可可宝的粘住巧克力。永路其实基本上它是在投机取巧，因为你用这样的方法去做chocolate bonbon，在技巧那一方面我给不到高分。你要我给你低分，我又给不下去，因为你没有做错。好了，我是第3位，恭喜你。Olivia 还是我要重新做那个，很好。来得及吗？我其他都做完了，已经摆好了。加油加油！很欣赏 Olivia 的精神哦，因为她说她要再尝试把那个琥珀给做出来。成功了。好了。今天整个过程中，我其实都是比较慌乱的，因为我担心时间不够，所以我是非常紧张的。直到我完成的那一刻，我才真正的放松下来。这场半决赛呢，来到这个阶段呢，4位参赛者也已经完成了你们的作品。那么刚才那3个小时是很困难，但实际上最困难的是现在这个时候，因为我们的4位评审要试吃。那第1位完成的呢，就是 Natasha。现在呢 ，Natasha 要先上茶，让我们4位评审品茗。这道甜品的名字叫做“我当不了 K-pop idol”， 因为我很喜欢唱歌跳舞，但是跳舞不好，唱歌也不好，也有一点矮，所以当不了了 K-pop idol。但是还是很喜欢去韩国旅行，很喜欢 Korean culture。我做的甜品代表我去韩国的那些回忆。第一个甜的部分就是 Bon Corn， 因为是 bonbon， 但是用玉米。小时候在韩国，我最甜的一个回忆就是在冬天吃 cup corn， 所以我现在的那个造型也是一个 cup。第2个是苦的，苦的是一个黑芝麻跟咖啡的杯子甜点。这是因为我最苦的回忆就是在旅行上跟爸爸妈妈吵架，所以会有一点苦的那种味道。第3个是好像一个 palate cleanser， 是我最近去韩国的时候去到一个马格利酒的那个吧。很好，很好吃，而且我发现柚子、橙和很多 citrus 都会很配玛格丽。最后一个就是我的韩国泡饭冰淇淋，下面的辣的部分就是 pine nuts， 弄了一个焦糖，放了 gochugaru 在里面。That will be the crunch at the bottom。我是很期待 Natasha 的 rice ice cream，
可是因为它的 ice cream 太过的冰冻了，太过的硬了，没有之前那么容易入口。那个茶就是在 K Barbecue 的时候，每次都给免费的，就是 buckwheat tea。你吃的时候，如果觉得腻，也可以喝。非常喜欢你的小柚子的颜色，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漂亮。辣也做的恰到好处，就是在吃的浓浓的这个米香之外，后劲有那个辣的一个 sensation， 是一种惊喜。我也有这个咖啡在那个苦当中，我还尝到一点点的酸味。我那个酸的味道，也许是我用了那个单元咖啡豆，会有一点酸酸的，而且不会那么苦。你的甜就是你的 bonbon， 我吃得出那个玉米的香味。Your tempering, it's perfect. Very thin shell， 你补偿了上次的失败。对，我反而觉得你的辣就欠缺了一点。甜这一块那个 bonbon very nice， 然后我吃得到 corn 的味道 ，corn 是一个很不容易凸显的味道，所以这个做得很好。然后这个苦这方面嘛 ，for 我自己比较喜欢喝咖啡的人，我觉得差了一点点的苦味，有一点点我不喜欢的是这个叶子，因为你还有30分钟的时间，如果你拿15分钟里面把它变成一个巧克力的叶子，我觉得技术上的分数会更高。这个我也是觉得差了一点点的辣，我吃了之后可能要花10秒到15秒，那个辣味才会出来。其实我也一样，就是我等那个辣等了蛮久，但是整体来说的话，还是个平衡感很好的甜点。谢谢，谢谢老师。那现在呢，就要请佩珍呢来告诉我们你的甜酸苦辣的故事。我的甜品叫我的比赛的心路历程，就是我根据唐朝冠冕这几期的比赛制造出的甜品。第一道是甜，是有花的感觉，还有橙的甜味。因为我第一个比赛的时候，我拿了第1名嘛，所以我就感觉我的内心很甜，很开心。然后第2道是因为第2个比赛疏于练习啊，等做出来的东西可能没有这么好看。然后又看到队友 Michelle 跟 Parents 2个离开，然后我就感觉内心很心酸，所以我就做了这套甜品叫含辛酸鼻。第3道苦是因为第3场比赛是团体赛嘛，是我跟永路一起，可是没想到这个赛制是2个人要淘汰其中一个，我就觉得内心有点苦，因为我进来要参加复活赛，然后我不可以休息，所以我就觉得很苦，然后我就喝了很多咖啡，所以我就用咖啡来做了这道甜品。然后第4道的甜品辣，是因为复活赛嘛，感觉这场应该是最后一场比赛了，所以我就卯足了辣劲去冲，没想到我进到了4强，所以我非常开心。我希望这股辣劲可以让我去到决赛。佩珍，4位评审在吃着你的甜品，你会不会紧张？会，我怕他们会很震撼。很震撼。你的这4道甜品给了我们4位评审很不一样的旅程。你的酸非常的酸，然后你的苦也非常的苦，那个辣也很辣，你的旅程起伏好大。你把他逼疯了。可是我又很喜欢你这个小小的细节 ，this tempered chocolate for decoration 非常的好，可以感受到那个你的心酸，可是我可以接受，因为我可以吃很酸的那个甜品。那个咖啡真的是很苦，直到我吃了你的 nuts 之后，就带出了那个平衡，就是甜中带苦。这个甜点对我来讲，技术各方面基本上是满分。巧克力快吃完了还不满分？吃完了。技术是很好，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你太想要把那个味道带出来，反而那个酸，它因为是 lemon lime curd 是有鸡蛋，所以导致到那个鸡蛋的味道也跟着一起跑出来。那个辣，
反而那个辣太重了，我觉得掩盖过那个草莓的味道。那我觉得细节都做得非常的好，巧克力的调温也调得非常的好。他也是会说，因为在现场的限制下去用那个喷枪去上色，那他是唯一一个参赛者会做这样子的颜色配搭的。那这个的其实也是非常的考功夫。我对我自己的表现蛮满意的，只是可能我还是需要再去调整一下那些味道，就是比较符合大众口味。哇，第3位完成的永路呢，把他的这个心路历程以照片跟文字呈现给你们看。我的甜品的名字叫宝藏的旅程，代表着我在烘焙路上，还有我从小的快乐这一些路程。第一个甜品是甜，就是开心果，它就代表着我10岁以前天真无邪，没有烦恼。第二个是酸，我就是用了葡萄柚跟 cream cheese， 代表着我需要踏入社会了，选择了这个烘焙，然后放弃了我的爱好这样子。苦我就用了一个70和80%的巧克力结合，然后搭配了一个 amaretto， 就是 almond 的酒，做成我的苦的 bonbon。辣呢就是一个 curry leaf 还有 chili 的饼干，希望让我沉淀我所累积的经验，排除万难，迎向成功这样子。我建议说，可能可以从辣的饼干先开始，然后就开心果，然后就到葡萄柚，然后最后才是 truffle。所以你的建议是辣、甜、酸苦。我的概念是辣在甜品不能太辣，所以我的这个饼干是尝得到辣，可是是微辣。因为过后如果吃了 bonbon 再吃饼干的话，可能那个辣味没有那么理想。我非常喜欢你辣的那个小饼干，在辣之外，它还有一个咖喱的那个香味在里头。我也非常喜欢你的 marine， 很有层次感，就是可能那个 grapefruit 就有点点的苦的味道在里头。每一个程序都拿捏得非常好，即便你没有展现出那个 tempering， 我们也很想要有那个口感，那个 snap。所以这个的话小可惜，但是口味方面我是觉得平衡得到。你的辣我有吃出微辣的感觉，不会太呛，但我是意外你会选择要我们吃这个，就是先吃这个。吃了甜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还是有带那个辣过去，所以还要吃多几口才可以吃到你的开心果。chocolate bonbon 这个环节是想要看到 chocolate tempering， 虽然你是 coated with chocolate，but the tempering is not there， 有点小失望，因为 chocolate tempering process 没有做足。可能你是打算要走比较安全的路线，可是，在半决赛想要看到的是更多的技术在那一边。我觉得你先叫我们吃辣的，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像欧萱所说的，它会带去那个甜。其实我也吃了蛮多口，才找回那个甜味。So far overall 是一个很 well balanced 的甜点。评审他们觉得那个顺序有不对，可是我认为这个顺序还是 OK 的，因为可能每个人吃的分量也不一样。那现在呢，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呢，就是 Olivia 的宝盒。为什么叫做宝盒呢？是因为我的灵感来自于一部电影《阿甘正传》。《阿甘正传》里面有2句话让我特别的喜欢。第一句话就是生命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下一块是什么味道。第2句话是奇迹，每一天都会发生。第一份想要呈现的是甜味，做的是巧克力bonbon bonbon，因为想要把今天的所有的甜点都有中国风的元素，所以我把它做成了麻酱的造型。然后里面是青柠还有 coconut 的 ganache。第2个甜点是 avocado 的那个咖啡杯，我给它起名叫做琥珀。每一个人都会有很难受的事情，但是目光要放长远一点，就是不要只看眼前。第3个是酸味，是2种酸味，一种是酸奶酪的味道，然后还有就是桂花酒酿淡淡的酸味。在我小的时候呢，我的公公婆婆他们在过年的时候煮桂花酒酿丸子。最后就是辣味，灵感来自于我在新加坡有吃到过一款 chili crab 的马德琳，所以我就做了辣味的萨拉米，配上 cheese， 还有罗勒叶。
吃的顺序，我觉得这是你们的宝盒，你们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我临时决定让评委随意选择自己想要吃什么，是因为我原本的想法跟永禄是一模一样的，从辣味吃到甜味。可是我听到，好像评委觉得不应该先吃辣的，我就灵机一动，我就让评委自己决定他们要吃什么。你是第一次做 bonbon， 对，造型非常的到位，可是我嫌那个巧克力可能有点太厚了。马吉有点粘牙 ，Madeline 太辣了，感觉不像是在吃甜点。我在找你的 petit gâteau， 因为可能你的理解是一个小蛋糕，可是里面应该还有很多不一样的元素。你把它变成了 petit four， 一个餐后小甜点，然后这个就稍微有点离题了，不过味道。我觉得我还可以稍微接受，因为上面那个白色的 cream 已经缓冲了一点那个辣味。我们想看到的 verine 是有层次的 verine， 而不是一块 jelly 就放在下面。它可以是更多层次、更多不同的 texture 在里面。第一次你做巧克力，我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你要去选一个最难的，尤其是来到半决赛。我觉得他是为了那个造型，那个麻酱的造型，因为麻酱是白色，所以他就去用白巧克力。其实为了造型而去牺牲口味这件事情呢，我个人是不太推崇这个方法。对于我来说呢，有一种精神，它叫做 Olivia 精神，所以我很感恩的就是我经常都看到你不放弃的去重做某一些你觉得做不好或者失败了的，可能有一些对产品上的小误解。那其实它并不阻碍你以后再朝这方面发展。今天4位参赛者以法式小蛋糕 petit gâteau、手工巧克力 chocolate bonbon、杯子甜点 verine， 还有一款自由发挥的甜点出战，以实力镇压彼此。他们也利用酸甜苦辣诉说自己的故事，可说是各自精彩，各有启发。尽管他们的成品呢各具特色，但是还是有人必须要离开这个舞台。唐朝冠冕，谁来加冕？首先公布第一位被淘汰的参赛者。我和 Olivia 会是那个被淘汰的。我和 Olivia 被淘汰的机会最大。我和 Olivia， 我会被淘汰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我已经离题了。她就是 Olivia。谢谢你这阵子为我们呈现不少出色的作品。比起刚开始参加唐朝冠冕的那个，我已经进步非常大了。这就是一场游戏，它肯定是会结束的。那我离开了这个游戏，我也可以继续喜欢我喜欢的事情。现在剩下3位参赛者。有一些参赛者比较保守，有些参赛者就比较大胆。其实我们真的很难评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优点还有缺点。到底是谁将离开我们呢？佩珍，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出色的参赛者，你所制作的甜品都非常的精致，技术非常的强，我相信你会走得非常的远，加油！参加这个比赛最主要的目的是，我想重新开一间甜品店。这个比赛让我学习到很多东西，让我更有勇气的去追寻我的梦想。我觉得很可惜，因为他每一个作品的技术含量毋庸置疑是最高。下个星期，永禄和 Natasha 距离1万元的奖金只差临门一脚，绝对是关键性的一战。唐朝冠冕，谁来加冕？我差点哭哎！我就是真的没有想到我会来到这个地步，真的是松了一口气，因为我又离1万块差一步而已。今天唐朝冠冕将会有个结果。我的 expectation 真的是蛮 high 的。当你要挑战这么经典的甜点，是很危险的。泡芙不是我想要的理想程度，失望。不要哭，不要哭。吃的时候就会腻。我是觉得它 play it safe。我去一个蛋糕店，你给我这么多的蛋糕胚的话，我可能会生气啊。唐朝冠冕冠军就是